注意看，两位主人明明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回头看了眼窝里的小狗，怎料双方对视的瞬间，狗狗竟突然暴走。更可怕的是，它发泄完愤怒还不算完，而是一直用一种暴力恶毒的目光怒视着主人。等到吃完饭躺在沙发上休息时，靠近狗狗一侧的女生随手摸了摸狗窝，没想到从她把手放上去的那一刻起，狗狗就一直紧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此时女生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很快狗狗忍无可忍，彻底爆发。不过反观两位主人却异常淡定，就连差点被咬的女生也只是默默地收回手，想着别再招惹她了。可惜5分钟后，当她想要伸手调整沙发时，还是因为过于大意，被狗狗结结实实地咬了一口。 물었어? 아니 어떻게 했는데 물어? 손 이렇게 잡았는데 물었어. TV 보다가도 그냥 因为惧怕狗狗这种毫无缘由的攻击，现在两位主人都得看这条狗的眼色行事。饭碗放在地上，它就会有情绪，所以得像伺候祖宗一样，双手捧着。要是拿不稳，还会得到它的白眼。主人必须全程毕恭毕敬地保持一个姿势，一动不敢动。狗狗非常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据白衣服女生表示，狗狗今年已经10岁了，但咬人的问题却是从出生就开始了。在它几个月大的时候，狗狗也只是对零食、饭碗这一类东西的占有欲特别强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竟演变成了凡是他看到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他占有的对象。基本上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地上散落的衣物，离狗窝稍远一点的还好，但是如果正巧掉在狗窝旁，那如何顺利取回就成了一项艰巨的挑战。对了，这么精彩的剧情必须得用好的设备观看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空调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外面的二手正规。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主人因为忌惮狗狗的攻击，迟迟不敢动手捡起，但他又不想让狗把衣服拖回窝里，所以干脆先踩住衣角，想着等狗狗先放弃。但是他低估了自家狗子的占有欲，狗狗此时已经目露凶光。最后女生不仅没能保住衣服，还被恶犬恶狠狠地咬了好几口。为了躲避狗狗凶狠的攻击，女主人也尝试过用棍子辅助，想把东西从窝里掏出来，可她仅仅试过一次就放弃了，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，只会把这条狗刺激得更加疯狂。深受狗狗残害的还有女生的这位朋友。朋友进屋后，全程都在跟小黑狗互动，完全没有要靠近那条白狗的意思。因为就在3年前，他的右手差点被这条疯狗咬到残废。 반갑다고 안아달라고 하니까 처음부터 와라라라 누르는 거예요. 정도가 심해서 꼬매지를 못한다고 하더라고요. 그래서 넉마가 돼가지고 2년 전쯤에 되게 심하게 한번 물려가지고 여기가 다 씹혀가지고 이게 안 됐어요. 自此之后，女主人就再也没敢请人上门做客。两位主人也是从这之后开始，只要发现狗狗情绪不对，就马上停下所有动作，离它越远越好。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。可即便如此防护，也依然被咬得遍体鳞伤。而且最让两个人不理解的是，他们完全搞不清楚自己哪个动作或者哪句话触动了狗狗敏感的神经。有时候女主人只是很简单的下床，这条狗也会对她低声咆哮，仿佛主人怎么做都是错的。更要命的是，主人越是小心翼翼，这条恶犬就越是嚣张跋扈。所以不管主人怎么做，基本上最后都难逃被咬的结果。 散步回来后，擦脚就会被咆哮警告。另一位主人必须带着小黑躲到远处，才能避免被大范围误伤。清理耳朵这种敏感行为就更别提了，只要稍一触碰，必定会换来它的暴力撕咬。两位主人见状，下意识反应就是抬高手臂避免被咬，已经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。每次回想被咬的经历，女主人都是又生气又无奈。她气自己养了10年的狗是条白眼狼，但又难过于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。走投无路的俩姐妹只好求助专业训犬师的帮助。 어딜 가서도 포기할 수 없죠. 为了让训犬师对狗狗更加了解，节目组首先安排2位嘉宾上门与狗狗相处。从他们进门开始，狗狗的视线就没离开过这2个陌生人。男嘉宾刚想与他互动，狗狗就展现出超强的攻击性，主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一动不敢动。很快，狗狗就因为过于激动，竟2腿站立，对着嘉宾贴脸咆哮。而当他发现对面的陌生人并不害怕自己时，他立刻扭头朝着身旁的一人一狗撒气。发泄完情绪后，他又回到了狗窝里，神情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男嘉宾见他这副模样，又忍不住伸手逗他，但这次狗狗却不打算再惯着他了，直接恶狠狠地咬了上去。幸好有手套的保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面对男嘉宾几次三番的挑衅，狗狗终于忍无可忍，一边持续发出威胁性的低吼，一边呲牙警告。嘉宾越跟他抢夺，狗狗就越凶残暴力。最后嘉宾选择放弃，2只手套都给了他。 这时，女嘉宾忍不住发问：“狗狗在家里这么凶狠，到外面怎么办呢？”没想女主人却说：“这条狗到了外面就不是这副模样，性格温和的不得了，遇见同类还会害怕的后退，似乎只有在家里才会咬人。” 它此时凶残的样子，完全就是条疯狗。为了防止被咬，2位嘉宾选择暂时离开。训犬师随后来到主人家中，那条疯狗
还维持着嘉宾离开时的模样，缩在窝里一动不动地守护着手套。训犬师现在不想搭理他，他想首先告诉主人狗狗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。他把先前女主人跟狗狗的互动视频保存下来，逐帧分析。저 요거 좀 보면서 답답했어요. 느낌은 있었을 거야. 긴장감을 만들고 싶고 저 친구한테 죽돼 있는. 可能是这番话信息量过大，女主人表面来看好像没听懂，实际上她也确实没听懂。不过训犬师也没给她太多反应时间，紧接着翻出第二段视频，正好就是狗狗叼着女主人的衣服往窝里拖拽的画面。但这次他的重点不在主人身上，而是问他为什么要制止另外一条狗的动作。这个달려들까봐 네트를 막는 거. 부터가 진짜 큰 문제. 이 네트는 지금 보호자님한테 오늘 쟤 미쳤어 건들지 마. 쟤 미쳐 있으니까 건들지 마. 가지 마. 가지 마. 有了这种设定，再来看小黑的一些行为，就感觉非常合理了。他只要看到主人靠近这条疯狗，就会异常焦躁，不停地贴身咆哮，因为他不想让这条疯狗再欺负主人了，更不想主人再被它咬伤。只不过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主人都误会了他的心意。小黑希望主人能够将这条疯狗单独隔离开，这样会少很多麻烦。因为对于这条狗而言，现在这个家是围着它转的，只要发生一丁点变化，它都能敏锐察觉到。而主人和同伴的疏远就是最好的刺激方式。他会疑惑为什么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不再是这个家的中心了？而这种刻意的冷落，正是训练所需要的。既然之前因为主人的宠爱就蹬鼻子上脸，那现在干脆就对他不屑一顾，把他丢到别的地方自生自灭。很快他就会意志消沉，反过来祈求主人。接下来开始正式训练。训犬师让主人把椅子顶到狗窝前，他无论有什么反应都不要理他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主人现在不能表现出害怕，一定不要退缩。但狗狗刺耳的嘶吼还是把他吓破了胆。训犬师让他深呼吸，缓解紧张情绪，然后一手控制椅子，一手拉住牵引绳。没想到狗狗再一次故技重施，开始疯狂撕咬嘴边的物品，试图像之前威胁主人那样吓退面前的男人。只可惜他低估了对手，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 제가 좀 도와줘. 근육에는 많은 근육들이 있어. 네가 알고 있는 근육이 지금까지 어떤 근육인지 모르겠지만 어디 목 하나도 안 아픈 줄 매고 있으면서 그 앞으로 不到30秒，训犬师就让这条恶犬的眼神清澈了许多。此时训犬师朝他靠近，他赶紧疯狂地摇着尾巴朝他示好。看到这一幕，后台的女嘉宾也忍不住吐槽：这条狗刚才有多凶，现在就有多听话。哪怕训犬师扯着狗绳把它丢进狗窝里，他也是在一旁贱兮兮的陪笑，生怕惹这个男人不高兴，自己又要挨打。随后训犬师把绳子还给女主人，狗狗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立马贴到主人腿边求安慰。不过这次女生也不打算惯着他了，直接就吊着喉咙把他牵回窝边。训犬师告诉女主人，这条狗其实特怂，他只是略微出手，就已经让这条狗放弃了伪装出来的强硬，变得如此温顺。所以只要主人不惯他毛病，他自然不敢放肆。训犬师一边说，一边让主人把他的衣服拿出来，看看这条狗现在还敢不敢占有。狗狗这次路过的时候，虽然看见了，但眼神还是拼命的往别处躲闪，恨不得离衣服越远越好。接着训犬师直接把衣服扔了过来，让主人当着狗狗的面捡起来。而这次狗狗也是全程一句话没说，为了帮女生消除被咬的心理阴影，接下来的20分钟，训犬师就这样陪着她一遍遍练习，不断的路过衣服，再当着狗狗的面捡起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那条狗已经不敢再看衣服了。其实训练已经可以到此结束了，但训犬师为了让这条狗更加服从，索性直接把狗窝撤掉，换成了塑料箱。以后只要主人在家，它就在箱里待着。不听话的狗没必要拥有太多自由，以后没有人会惯着它。让训犬师感到意外的是，狗狗对塑料箱适应得很好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但当主人想打开箱门放它出来时，狗狗却再一次呲牙低吼。训犬师见状快步上前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打开箱门，牵着绳子往出拽。 우리 말 예쁘게 하자. 알았지? 等到狗狗冷静下来后，依旧是女主人上前打开箱门，但狗狗这次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全程都夹着尾巴，浑身颤抖，对塑料箱也非常抵触，连续几次都进入失败。训犬师猜测他这次应该是真的害怕了，也可能是箱子有点小，不方便进去，所以他把箱子垫高了一些，而这回终于成功了。 너무 못하니? 视频的最后，训犬师告诫两位主人，以后不要再惯着狗狗臭毛病，要让它认清自己的地位。今天的训练只要坚持做，狗狗一定会变好。